大家好，我是 FCJRJ。那这周为大家带来一下 MD 的环境报啦。那这个系列因为 MD 比赛比较少啊，然后还有我自己也相对比较忙的关系，那更新是比较不定期的，但有空的话我还是会做一下给大家看。这样好。那影片开始之前，要感谢本期影片由 Surfshark VPN 爸爸赞助播出。大家都知道我去年还挺常出国的，那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想打 MD， 想玩英雄联盟或是看 Netflix 的时候，就需要一款 VPN 来保证我的连线安全，让我不论在哪里都可以做我想做的事。这时候 Surfshark 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啦。Surfshark 遵守不设日志记录政策，不会追踪和储存你的任何线上操作。可以在没有网络记录的情况下安全匿名浏览网站，而且完全没有使用装置数量限制。Surfshark VPN 在100多个国家地区有3200多个伺服器，帮助您解锁地域限制，让你在哪都可以高速观看各种串流平台玩游戏。那要怎么取得呢？不会只有我有，现在只要点击我的专属连结，并输入我的代码 RJAY777， 就可以用超优惠的价格获得 Surfshark VPN 了。不止这样，还免费送你5个月。买了之后如果有任何问题也不用担心，Surfshark VPN 有30天的退款保证，还在等什么？现在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获得 Surfshark VPN 吧。OK， 好，工商时间结束，那马上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本期的影片吧。随着新卡包的实施，也就是操纵系列迎来的超级大加强，就是神童登陆 MD。之后，环境是迎来一些变化啦。那除了神通进了 MD 以外，还有主要针对很多卡片的限制，像芬利尔啊、神杯啊各种卡片的限制。嘿，这两个新卡包加上进卡表的影响加在一起，那变成了现在环境的这个状况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先来一下大家最爱的这个 T 表评测。这边的 T 表评测，因为目前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比赛，所以更主要的其实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天梯上遇到的数量啊，然后还有天梯上遇到感觉的强度啊，去做一个评测的。那首先是 S 级牌组部分 ，S 的话我给到的是操纵还有烙印。那操纵进来 MD 之后，毫无疑问是一套非常强的卡组啦。那在 MD 也是绝对是 T1 的一个位置，但你跟我说他无敌吗？我不觉得，就是他有蛮多弱点的。对，他其实整个卡组系统有很多的弱点，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后面再讲。那在 S 的话，烙印因为完全没砍，所以我觉得还蛮强的。然后 A 级的话，我给到是白银，然后还有这次迎来加强的这个14坏，嘿，你没看错，就是14坏。我觉得5414还蛮强的，就是猪类在出了这个白人鱼加上8星维萨斯之后，确实真的还不错。然后54坏在 MDM 的那个周赛有不错的表现，所以我也把它放进了 A 级。然后再来是没有砍的斩击。那 B 级的话，基本上都是上次被砍的卡组，像是传来手，然后强力外挂大哥芬利尔，还有强滩被砍的 VS， 然后本家被砍的刹帝利跟神杯。嘿，但 B 级这些卡组是不是真的在 B 级？讲实话不好说。像纯爱有陀螺纯爱，那 VS 的话，我觉得主纯的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差，甚至你继续放狼，然后放一张火的那个刹帝利，我觉得都是 OK 的。嘿，那其他就针对环境下手坑就可以了。那 VS 排 B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这版有一个大敌人是操纵，那 VS 打操纵我感觉不是特别好打，所以暂时把它排在 B。那再来进到范例卡组的部分，讲完 T 表，那总要跟你们讲一下牌怎么组嘛，对不对？那首先是操纵的部分。那操纵的话，现在流行的基本上都是骨架王销手。那首先我第一个收的是 KGB 第2名这个11-3，就是手坑大概都放一放。那兔子啊、乌鸦啊、锁鸟啊都各放几张这样，然后巫夫也放。那巫夫我自己觉得在这环境表现还不错的。那这个构筑比较特别的是，额外的部分采用了3弦帽加上7星的那个异色眼云火龙哦。那这2张卡的话，可以让操纵在前面做招的时候，不用把加速星辰龙摆在场上，你可以直接用加速星辰龙去出鲜花，然后后续再用这个异色眼云火龙去出深渊神兽哦。那它整体会让展开比较顺畅一点啦。那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要吃2格。那2格对操纵来说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操纵本身的
对场面干扰能力比较弱。那如果可以投入其他系统外的额外去做突破的话，我觉得是稍微好一点的。所以这一套还不错，但不一定是最佳解，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玩一下这样子。嘿，接下来因为我的头可能会挡到构筑的关系，所以我就把视讯切掉。OK， 好，那左边的话是我自己在天梯上使用的构筑，那大致上跟刚刚那个都差不多。那差别是我前天在试牌的时候，我把次元吸引者放进去了，那我觉得次吸还可以，嘿，还可以。它在内战上来说算大牌，然后打一式化也蛮猛的。如果不喜欢的人，其实可以换成深渊兽或是滴滴乌鸦，因为我觉得最近天梯上的一式化是变多的，所以深渊兽是可以考虑做携带的。那打内战的话，其实锁鸟居应该就还蛮够用的，那剩下就靠手坑联防就可以了。那赤西这张卡片的话，它优点是后手比较容易一卡丢停，但缺点也很明显，你只有大巴、神童跟摩托 Q 在赤西底下比较好动。那你如果是10做工开局的话，你可能拦停了，你还是只能空过换对手这样。然后还有他先手，如果你被打停的话，你有时候目的已经有卡片，那他就没办法去帮你在对手回合保命这样。那我觉得是属于一张有利有弊的卡啦。那不一定要带，但大家可以试试看手感这样子。如果你有带赤西的话，那额外那个 R4 的齿轮人就是几乎是必带的啦，你才可以在赤西通过的状况下，后手用大巴去单卡回杀，所以那个齿轮人就要带的。然后12星的话就会选那个操纵天神。当然，你如果要选另外一张火车头也是 OK 的，但这个操纵天神比较好做，所以目前是摆这张。额外的立辉士也是选配啦，如果你要带2张12星也是可以考虑的。那立辉士我自己用下来体感是不错的，就是它可以让摩托 Q 单卡有更高的突破力，就是你摩托 Q 丢下去，然后捡天秤，天秤特招拉摩托 Q， 然后摩托 Q 上升星数直接叠 R4， 这边如果对手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可以直接叠 R4 烧场。那这个是还不错的，然后之后甚至还可以再叠天庭号这样。那右边是昨天有观众问我的一个构筑，就是日本的 YouTuber 发的一个构筑啦。那这个构筑的特点是放了烙印融合加白雪和阿布斯这个组件哦。我大概有看一下，反正它展开的最后就是用捕食植物堆烙印融合，然后烙印融合去和那个结婚龙，然后结婚龙在对手回合。阿布斯有一个妨害，然后白雪可以把墓地的烙印融合除外掉，也有妨害这样子，所以他最后大概是这样做。那基本上好像是作为一个众所鸟的妥协啊，但众所鸟妥协其实原本也有泥碎魔兽，所以我觉得听起来没有很烂，但也听起来没有很强，就是大概这种感觉吧。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很明显的，这个轴有一个大问题是，它对额外是很吃的，就是。烙印这个小轴把你额外吃掉了4格捕食植物，然后结婚龙、冰剑龙加铁躯龙，嘿，它这样总共吃了你4格，这个是比较硬的哦。那其他整体应用上来说，我觉得还是算不错的啦。然后比较特殊的一个点是，它投入了那个8星龙族这一张，那个红恶魔龙那一张，就是那个大家如果看 OCG 的世界赛的话，在前面瑞士轮的时候，那个泰国选手用龙 link， 我记得他先手就是在0123状况下用这个把韩国选手 FTK 了，因为烧了一下，然后那个血动了就结束了。因为世界赛只有01。好，这是题外话，反正就是那一只啦，就是它可以烧全场他攻击以下特招怪，然后扣对手血。那这张卡片的话，就是作为后手一个突破点啊，那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也可以考虑采用这样。然后剩下主牌组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古怪恶魔，嘿，那这张卡应该是作为后手解场的一个手段，然后还有大家最爱讲的武红的一个解套啦，那后续我们会再提到，所以这边就先不讲了。那接下来是白银城哦，那烙印的部分，因为它跟塞满卷上没有什么区别，你只要更改你的手坑位就可以了。那这次更新它也没有加强，然后它也没有在进卡表中被砍，所以我就没有收了。那白银城的话，我收的是这2套，就第一个是 KGB 第一 12-4 的，这套有带这个技能吸收史哦，这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点。然后第3的这个套是带了武红跟天敌，就2套构筑的话都有他们自己带的比较特殊的卡片啊。那简单我评价一下技能吸收史的话，就是先攻还不错，后攻有点烂，嘿。那
这卡片的话就是有点偏先攻向啦，那后攻就不是特别好用，我自己感觉。然后5红的话，完全就是拿来打超重的。那5红这张卡片我也想要等一下再讲，就我最后做总结的时候我会再讲。那以上就是构筑给大家大概参考一下，这样。接下来是异世坏啊，异世坏的话，它就是5414啊。那这次异世坏迎来的新的加强是白奇多跟8星的维萨斯。那这2张卡片确实还不错，确实还不错。对异世坏来说是有加强的，我感觉整体的展开其实比之前还有混沌魔龙的时候那个展开更滑顺了一点。好，就比起之前我还在玩那个有狼跟独角兽的异世坏来的感觉更滑顺了一点，就整体的垃圾卡在手上的状况少了一些，但喷牌强度我感觉就有点稍微不够，所以可以再调整一下。那我原本抄的构筑也是刚前面那个日本的 YouTuber 发的，那他是带了3张超融合，那我自己觉得超融合有点卡额外，所以我就踢掉，然后换成爪鹰跟影衣组件，然后还有第2张的回响。那这个构筑我还没有测过很多场，所以大家参考一下这样就可以了。你如果去把影衣蜥蜴，然后第2张回响跟这个爪鹰换成超融合的话也是 OK 的。那如果换超融合的话，额外就要记得带6星 UR 的那个怪鸟，那就可以把克布兹换掉。那其实主要我是想要再额外塞克布兹的，所以我才这样换这样。那接下来是54坏，54坏我收的是 MDM 的这一周赛的4强啦。那这个卡组我自己不是很会玩，就还没有玩过。那但他在 MDM 周赛的成绩还不错，就上一周有第1跟第2，那这周有第4。那这个卡组有个小问题，就是 UR 真的给他有点小多，我在主开的时候我都从 UR 开始找，所有的男人都是 UR， 然后所有的室外场地也都是 UR， 所以就是 UR 跟 UR， 那这卡组比较值得提的一点是，下个月会出红龙，那对这个卡组来说也是大强化，所以现在组起来应该不是很亏啊，但下个月搞不好构筑会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再评估一下这样。那其他卡组基本上都跟上个环境差不多啦，就斩击没什么区别，然后神杯被砍了一大刀，我暂时就不放了，然后叉地里也是。那 VS 的话跟前面提到一样可以组存的，要不要带消防那个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自己试一下，不一定要带，不一定要带，我觉得搞不好直接带狼还是强一点。纯爱的话，陀螺轴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陀螺，然后可以去调度轨迹那边的那个轨迹纯爱，感觉还不错。然后烙印的话，前面有讲，就是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就不讲了。接下来我想为这个影片做一下总结啦，就是环境评价，然后还有我常在实况上被问到的问题。那这个都是被问到烂的，所以我决定最后再讲一下。首先是对操纵的评价哦，就是操纵这个卡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是 T1 的，但不无敌。就是它很明显有很多问题，像是吃锁鸟、吃狙，然后后手对场面的干涉能力比较弱，然后就虽然单个手坑不一定难得挺，但其实他也什么手坑都吃，然后事故率也是有的，所以他是强的，但他不是无敌，这是我对他的评价。然后再来就是第2个问题，要不要合操纵？这个问题超级奇怪，但是我在实况上很常被问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很多人感觉都很缺资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理论上 MD 你有一直打活动，然后你有把天梯打到完的话，你不太会缺资源的。就是你接下来你的环境牌组大部分都是组得起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操纵是强的，但你不会因为你没有合它，你就玩不了天梯。因为大部分的要求就是打天梯。那打天梯的话，我刚刚前面那个梯表上的卡组基本上都能玩。就你有什么你就玩什么就好了，玩你喜欢的，玩游戏嘛，玩你喜欢的。那你如果很想玩操纵，那怎么办？干合啊，不然呢？不然你玩游戏会开心吗？你连你喜欢的都不能玩，你会开心吗？对不对？那当然是合啊。那整天到晚想着，这卡组什么时候会被砍？那下个月十字弓会不会就现1了？那下个月再说。现在1月19号，还有超过10天，你先爽再说，懂吗？好不好？不要一天到晚想砍这个砍那个的，搞不好他最后根本没砍，或是他那个只砍了一点，根本没有差，好
好不好？先和再说，想玩就和，摸着你的心，不要想那么多，这是个游戏 ，OK？ 好，那第3点是武红啦，有人一直问我说，主播我操纵遇到武红怎么办？投胎啊，不然怎么办？那就没办法哦。除非你跟那个美拉姑子一样带那个古怪恶魔啦，那个是比较少的解，或是你带魔导兽那只鸟，嘿，这是少数你怪兽可以去解魔线的啊，不然你就是没办法盖牌，那你就投胎啊。还有一种是有人说玩镰刀走啦，但我觉得你要为了武红玩镰刀走很奇怪，因为我打了一整天天梯，我基本上没被丢几次武红，所以武红我觉得有点假议题。但是武红这张卡片强不强？这个我也想要一起讲一讲。就是武红这张卡片是这样子的：环境内的牌组，你只有打到操纵有用，你打到其他全部都废卡，就是很容易卡在场上。那白银城这个卡组少一张牌，很容易挡不住。它跟神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的永续类封锁没有那么多，所以武红这个发挥不稳定的卡片，你为了上手率，你一定要带3张，但它打操纵有用以外，打其他的用处不是那么的大，所以这卡片我的评价是没有很强，但确实打操纵很有用的这种感觉。好，那最后我想要回到这个 T 表这张图做一个总结啦。我觉得这个环境确实牌组还是有强弱之分，就可能操纵强一点，然后比这些强一点，然后比这些可能又稍微比这些强一点，但其实大家老问题都还是在，就是比如说烙印啊、白银啊，吃会飞起来啊，操纵也是吃手坑吃的乱七八糟的啊，然后意识坏，被限制就是有它的问题啊，被生日兽叼就是不舒服啊，然后 VS 被砍啦，出动少啦，然后纯爱被砍了出动少啦，所以 MD 这个环境的牌组其实强度都没有到超模吧，我觉得就都可以玩，所以就真的就是玩你喜欢的就好了。反正大部分玩家就是玩天梯嘛，那天梯随便啦，随便拿个牌组都可以打到大11，这个很简单的，因为只要好好熟悉点牌组，那打到大11不是什么问题。那下次第4杯也还超久的，就3月。那3月的话，你要准备也是2月才开始练嘛，所以现在就是先玩一些新牌，像是操纵啊、武士坏啊、5414啊这些的。好，玩游戏嘛，别想那么多。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也可以加我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我是 FC 加，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